妈妈，昨天我被你的花扎了一下。是那个圆圆的吗？扎到哪里了？扎到的地方有刺吗？扎到我的小屁屁了，所以我想把它拔掉。它叫仙人球，那个刺是它保护自己的，拔掉它可能会死哦。哦，那我只能保护好自己的小屁屁了。仙人球是一种开花非常漂亮的植物，品种非常的多，但是大多数开花又大又漂亮的仙人球都是带刺的。这个时候好多花友就会选择把它的刺直接拽掉，这样拽掉到底行不行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我们在养仙人球时，千万不要把它的刺直接拽掉，剪可以，但是拽绝对不行，因为会把它的刺上的生长点给破坏掉，这样它不仅不会长侧芽，还会导致它出现不长花的情况。那么小小的针为什么会影响这么大呢？影片最后会有说明，下面我们就一起看看这些刺都有啥作用吧。1. 为什么会长刺？仙人球茎上的刺其实就是仙人球的叶子，为了适应高温干旱环境，仙人球的叶子退化成针刺状，以减少水分的蒸发，节约了体内水分的消耗，并由绿色的茎代替叶子进行光合作用，制造营养物质。仙人球植物这种内置多刺的变化，是长期适应高温、干旱等不良环境的结果。而除了以上情况，它的长刺还能有效避免被其他动物吃掉。2. 刺小作用大。1. 调节植物的温度。尽管我们看到的仙人球的尖刺是特别细小的，平常我们还看到过一些长满毛的仙人球，就是茎上覆盖了一层白色的绒毛，像是给仙人球盖上一层棉花，包括常见的玉翁、老月柱、白雪光和猴尾柱等，其实就是为了调节仙人球整个植株的温度。上面这些是嫁接在亮天齿上的飞牡丹，这些飞牡丹光合作用的特性极弱，本身无法进行光合作用，所以嫁接在其他仙人球上才好生长。其他仙人球的尖刺也很小，但会覆盖整个仙人球的表面，其实就是为了形成一种隔开热量的环境。在仙人球的表面就会聚集周围的空气，从而达到隔热的作用，防止温度波动过大。这一点在沙漠的环境里是非常有用的，特别是在白天和夜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，很容易导致植物出现冻伤的情况。2. 提供适当的遮阴。仙人球上长出来的尖刺都是很尖细的，那它们真的会有这样的效果吗？如果只是把一根仙人球的尖刺拔起来，它形成的阴影是非常小的，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。但我们要想到仙人球的尖刺是非常多的，如果这些尖刺全部聚合起来，就可以适当形成遮阴的环境，避免整根植株被晒伤。在沙漠里光照特别强烈，如果长期有阳光直射，肯定就容易晒伤植物。仙人球的这些尖刺形成的阴影，还可以避免整根植株水分蒸发过快，减少水分的流失速度，也就可以让仙人球植物在土壤中更好存活。3. 促进繁殖。这里有朋友就不理解了，为什么仙人球的刺也可以繁殖呢？这里就需要介绍一类仙人球，它的名字圆柱掌属的仙人球，是生长在北美地区的一种仙人球植物，不过它比普通的仙人球会更加耐寒，可以长成大型的灌木状仙人球。这类仙人球的尖刺会附着在离它们比较近的动物或人类身上，这些仙人球的尖刺就会刺入动物的皮毛或皮肤里，最终会将仙人球植株的一部分分离出来。等仙人球的尖刺脱离动物之后，就会掉落在土壤里，重新长成新的植株。4. 用尖刺来收集水分。众所周知，仙人球生长的环境常年都是温暖干旱的，有时候几个月都不降雨。仙人球植物肯定要进化出可以收集水分并储存水分的技巧。如果将仙人球的茎或球体切开，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的汁液，其实这就是它们储存水分的地方。而仙人球收集水分的工具就是尖刺，仙人球的尖刺非常多，和空气接触的表面积其实是非常大的，它就是利用这一点来收集空气中的水分。而这些尖刺的表面积比较大，本身没有什么代谢的活性，就使得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在尖刺上面，并且会随着尖刺留在土壤表面和土壤中，从而被根部吸收。
即便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给仙人球浇水，但是并不意味着仙人球就无法吸收水分，只要空气中有水雾，就可以凝结成水，特别是在夜晚的时候，在早上的时候就会凝结露水，就可以利用这些尖刺来收集水分。3. 刺一定不能拔。如果我们细心点就会发现，仙人球没有刺的地方，它几乎就不会长小球，并且花也不会开了，因为它这个刺是连接到它中间的形成层，它的小球是通过中间连接的位置去长出来的，而且它开花也是通过刺和肉连接的地方，一直连接到中间供应养分去长出花苞来开花。如果直接用手去拽掉，就破坏了它的生长结构。如果实在是太长了，我们可以采用剪的方法，因为它的刺很长，我们直接贴着它的肉把它的刺剪掉，只保留一丁点的刺，只要不破坏它刺座上毛毛的这个东西，它的生长点完好，它就能够正常的去长侧芽，正常的开花。它每一个生长点只能开一朵花，开完花它就不长侧芽了。如果这个生长点长了侧芽，它也不会再开花，因为它只有一个选择，要么长球，要么开花。我们采用把刺剪短的方法，剪平了它没有尖了，小孩去触碰它也不会扎手，而且还不影响它生长侧芽和开花，这样才是一举两得的方法。总结，仙人球是一种比较好养的植物，我们在家庭中养护，要记住保证光照充足，别浇水太多，一般用透气性好的颗粒土，肥料1-2个月给它补充一次。如果球足够大，用开花肥，用含磷高的；如果小球，你就用点高氮的肥料促进生长。只要光照足，温度不低于5度，它全年都能够生长，全年都能够开花。关于花花分享的内容，有其他意见，欢迎指摘和批评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。花花制作视频不容易，觉得有用点个赞，并多多帮花花转发，这对花花很重要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的喜欢和包容，我们下期见。